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况哦，一个人他有很典型的心脏病症状，胸痛、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到医院。结果医生检查完，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干净的跟新的一样，完全没有我们一般想的那种胆固醇斑块。这怎么可能？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个可以说是颠覆很多人传统认知的医学真相。所以这就带出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了：心脏病发作，凶手一定都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动脉硬化吗？答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哦。事实上，有一种心肌梗塞，它的问题根本不是出在阻塞，而是出在血管的收缩。好，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我们会先打破阻塞就等于心脏病这个迷思。接着呢，我们会揪出害血管突然抽筋的3个大元凶。然后我们会来比较一下它们跟一般心脏病的症状有什么不一样，还有背后跟基因有什么关系。最后，我们会提供一个全新的预防策略，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血管内皮维持在一个健康又稳定的状态。好，我们马上就切入重点。想要理解这个谜团，关键就是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血管狭窄。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哦。你看这张图，概念就非常清楚了。左边这个结构性狭窄，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被油垢堵住了，这是一个物理性的阻塞，很具体。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右边这个功能性狭窄，血管本身它是通的哦，但它的管壁肌肉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突然抽筋一样，猛烈的收缩起来，血流瞬间就过不去了。理解这个差别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基础，非常重要。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一条健健康康的血管突然失控打抽筋呢？医学界目前已经锁定了3大主要的幕后黑手，现在就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第一个元凶叫做库尼斯症候群，你其实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过敏引发的心脏病。对，你没听错，当我们的身体启动一个非常剧烈的过敏反应时，它会释放出大量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就像是下达了错误的指令，不只让你的皮肤发痒，竟然还命令心脏的血管给我剧烈收缩，结果就引发了心肌缺氧。你看看这些触发因子，很多都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是不是很惊人？可能只是一次牙痛去看医生，吃个抗生素，或是一次健康检查，打个显影剂，甚至只是晚上去吃了一盘海鲜。对某些特定体质的人来说，这些看似无害的东西都可能变成启动心脏风暴的那个扳机。这就告诉我们，过敏的威力真的远远不只是皮肤痒这么简单。好，第二个元凶，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心碎症候群。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一个人遭遇到巨大的情绪打击，比如说突然失去亲人，或是受到极度的惊吓，体内会瞬间爆发出像海啸一样的压力荷尔蒙。这股强大的化学风暴会直接冲击心脏，导致心脏尖端的微血管集体麻痹收缩，让心脏暂时变形成一个很奇怪的样子，失去正常的收缩能力。第3个元凶可以说是最隐蔽的一个，它的问题是出在那些非常非常微小的血管，小到连心导管摄影都看不清楚。主要是这些血管的内皮细胞功能失调了，没办法好好的制造出我们身体天然的血管松弛剂，也就是一氧化氮。结果就是这些微血管在需要放松让血液通过的时候，它反而变得僵硬紧绷，形成了一道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血流障碍。好，问题来了，既然胸痛呼吸困难这些典型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那医生到底要怎么在急诊室里分清楚这到底是阻塞造成的还是收缩造成的呢？其实关键的线索就藏在细节里哦。这一张比较表基本上就是医生的办案笔记了。你看哦，如果是血管痉挛发作，病人身上可能同时会出现荨麻疹这些过敏的迹象。但最有戏剧性、最关键的证据其实来自心导管摄影。你想想看，当医生全副武装，准备好要跟血块大战一场的时候，导管一进去，却惊讶地发现，
血管畅通无阻。这个发现就是揪出这个隐形杀手的决定性时刻。这就带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是过敏，有些人的反应就只是流鼻水、打喷嚏，但有些人的反应却会严重到引发心脏血管痉挛？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不过，这跟我们常听到的高血脂基因是走完全不同的路径。没错，这种功能性心脏问题的遗传风险其实是跟着你的免疫系统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天生就是那种比较容易过敏的体质，或者你带有某些基因会让你体内的过敏反应细胞特别活跃，那么你的血管稳定性可能就比较差，在受到特定刺激的时候发生剧烈收缩的风险自然也就会比较高。好，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问题的根源不是堵塞，而是整个系统的不稳定，那么我们的预防思维也必须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目标不能再只是想着要怎么去疏通管道了，而是要想办法去稳定整个血管系统，提升它抵抗外界刺激的能力，让它不要那么容易被激怒，然后就抽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三管齐下的整合策略，它结合了物理治疗、营养补充还有精准用药，要从根本上来强化我们血管的健康跟稳定性。首先是这个 EECP， 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物理治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帮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做 SP。它会透过跟心跳同步的压力，在血管的内壁产生一股温和而且规律的血流冲刷力。这种力量呢，会去唤醒并且训练你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们更有效率的去制造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天然的血管松弛剂——一氧化氮。那在营养方面呢，有几个重点，像是高纯度的 EPA 鱼油，它能有效的抑制血管内壁的发炎反应。维生素 K2 呢，它就像是血管的柔软剂，可以防止钙质沉积，维持动脉的弹性。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高温烹调和精制糖分，因为这些食物会在我们体内产生一些有害物质，让血管变得又脆又硬。在药物方面，医生通常会使用钙离子阻断剂这类药物，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帮助放松血管壁上的肌肉，降低痉挛发生的几率。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对于有库尼斯症候群的患者来说，最重要的一张处方其实是那张列出所有已知过敏源的清单，然后严格的避开它们。总结一下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只能记住一句话，那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血管狭窄不一定等于被塞住了，它也很可能只是一次剧烈的抽筋。这是理解现代心血管健康一个全新的视角。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过去我们在追求血管健康的时候，想的都是要怎么样让它畅通无阻。但是在了解了今天这一切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入一个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血管系统更稳定、有韧性，不容易因为外在的刺激而产生剧烈反应。或许追求稳定才是预防心血管危机更深层次的智慧。